今天的主题将会是对父母说过最大的谎言。我是有偷钱的。你偷谁的钱啊？我就骗了我妈妈，我有男朋友，骗了有1年了。我去那里不是为了需要工作，我去那里是因为谈恋爱。然后我妈妈每次问我去新加坡做什么，出去咯，找朋友咯，对，然后其实就是去跟一个昂哥交往这样。相信我吧 Hello， 欢迎收看《相信我吧，我是 Kimberly 王诗慧，我是老子杰。那相信我吧是一个机智问答游戏节目，每一集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主题，而且邀请3位嘉宾和我们2位主持人一起说故事。今天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我老板娘在旁边，你看到。哦，老板 boss， 你会不会撒谎？我不会撒谎，所以其实今天我是一个 very bad contestant。哦，OK，very good。OK， 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3位嘉宾。Hello， 大家好，我是欣妮。嗨，我是 LC 的 Sylvia。Hello， 我是传说中的关键 Joshua。为什么会不可以鼓掌，会鼓掌？捂你的头啊！来，我们说一下游戏规则哈。 OK 其实玩法很简单，我们5位会轮流讲出一个故事。那说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开始发问问题啊。发问问题，找出那个谁在撒谎，然后最后我们要投票出那个你们觉得在撒谎的人。对，可是呢，如果我们投错，没有选出在撒谎的人，我们全部都要做惩罚。OK，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玩，相信我吧。今天的主题将会是对父母说过最大的谎言。OK， 来，我们马上开始故事了。耶，其实我还蛮庆幸有这个主题的，因为这个谎言真的我不知道几时要去戳破它，所以就借此机会你看了节目你就知道了啦。我就骗了我妈妈，我有男朋友，骗了有1年了。啊？对，就是去年在那个 lockdown 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通常是不出门的，因为一直宅在家里。然后我妈就开始担心了，就说哇，我的女儿都已经25、26了，都一直待在家里，又没有男朋友。她就说妈咪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要介绍给你认识。然后我就说 OK 啊，就是认识一下新朋友没问题，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透过什么样的场合？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是直接 book cafe， 然后就说明天你打扮好就去。这是什么？这是相亲哎！这什么年代了还安排相亲？我去 Facebook stalk 一下，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男生，他大我1轮，这样的人就不是认识新朋友嘞，你是认识结婚对象哎。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我就想，这样下去不行。而且另外一点是，他的外貌真的不是我的菜。那你的菜是怎么样的？关你什么事？你觉得 Joshua OK 吗？他已经在那边，你不是老婆在吸你吗？来，不多说，来继续你的故事吧啊！我就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我就是很贱的约了我一个大学男生朋友，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赴约，然后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因为很明显嘛，你都带一个男孩子来了，他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没有机会了嘛。相亲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就是我妈传来说，你可以告诉我坐你旁边的那个男生是谁吗？我妈跟那个安迪都在 ，Oh my god， 就坐在 cafe 的另外一个 corner， 可是我不知道 OK 所以东西结束了，我回家了，我妈才跟我说，我们刚在那里，你知道我多尴尬吗？我介绍我女儿，她介绍我儿子，然后你带另外一个男孩子，你现在是怎样？所以我就是跟她说，对我刚交往，然后还不稳定，所以我就先跟你，就是还不敢跟你讲啊，不想要正式介绍给你这样子。然后她也跟我冷战了几天，幸好 lockdown 我来新加坡，然后就在最近新年的时候，是情人节嘛，我妈就刚好问起了这男朋友。就说，欣妮，你那个男朋友情人节送你什么东西啊？是带你出去玩吗？就要套我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有买花给我，然后我们有去那个 National Gallery 约会一下子，这样就是我们的安排这样子啦。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撒谎下去了，一直到今天我就觉得，刚好那时候有这个 topic 过来，我就讲我要上这个。OK， 我要自首。有问题问吗？Sylvia 好像有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也是新山来的，我也是，所以个人觉得啦，新山的男孩子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在想，你妈妈给的那个相亲的对象 ，right， 他做什么工呢？就是 engineer 来的。那时候我看到那个 Facebook 的 profile 的时候是写那个，他说话越来越小心，因为我真的很怕他看这个节目，我就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然后最后全世界都知道是哪一个安迪的儿子，你知道吗？那个安迪哪里来的？这是我妈的朋友啊。怎样认识的？
开始挖了。哇，连我妈的工作我都想告诉你了。OK， 我妈其实是做 MLM 的。等一下，重点是他是卖什么的？我可以买吗？喂，这个 fake 的男朋友哪里找的？就是他大学朋友他讲的啊。不，这个是去年就是 COVID 的时候，是不对 Before COVID。 ？Pre-COVID 的。对，所以你说你来到新加坡嘛，然后就开始 lockdown 对吗？这一年内你肯定会有跟你妈妈联络，她怎么会等到今年的情人节才来问起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其实他之前就是一直想要问的时候，我都会去避开，因为我就觉得他，因为那个男生现在在 Australia 嘛，所以我可以完全避开这个事情。我就说哦，远距离啊，可是我们常常 Skype 啊，就这样子。等一下，我发现他有破绽。他讲他在 Australia，然后他就跟妈妈说有远距离。可是你今年情人节又跟你妈妈说你去 National Gallery。对，哎，这个东西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以为我妈已经开始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提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掩盖。我其实还好，我其实还不怎么会怀疑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记得那个年份还记得蛮清楚的。下一位 OK，这个是我在中学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我是一个不会出门的小孩，下学放学就马上回家，不然就是 CCA 就马上回家那种。然后我朋友每次都会下课啊之后去看电影。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哎呀很想去，他们问这样久了，这样多次我都没有机会去。有一天他们就讲。不要紧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又没有做什么，是去看电影嘛，然后就回来学校就 OK 了吧？我就想 OK 啦，我就跟我的爸爸说，我在学校做 project， 然后我们就出去看电影，看完了，刚好我们就搭巴士回来，我们坐 double decker bus 回来，就差不多要到学校的那个 bus stop 的时候，我爸爸的车就在学校里面，因为我就哇加啦，他们就用身体好像有一道墙这样，我们就这样走进去，我就躲在他们后面在那边这样，然后就这样走进去，然后赶快跑进去，直接被爸爸哇很赶啊，快点，然后就慢慢的走出去，好像在刚刚做完 project 那种，然后我就看着我爸爸，就you're here already 啊，然后我的爸爸第一句话就是Where do you go？ 我就想。没有啊，我在学校做 project 啊。结果他载我回家的那程路，他就一直在骂我，就讲你最好不要骗我什么。可是我心里知道，我的爸爸已经是知道了。我这个做 project 的这个谎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真的。我讲到我妈妈已经醒了，我还没有等到我还没有讲那个谎言，他就讲你要做 project 啊，去做。我认识 Kim 至少6、7年了，所以我蛮了解他的个性的。他是蛮 lame 的一个人。说这个 lame 的故事好像有点真相了。你看哪一部？讲真的，我不记得。不，我知道我们是做中排的，因为你下午去 Tampines Mall 看电影是没有人的，真的只是学生而已。哇，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嘞。然后大巴士滴滴，然后就去哇，我真的我觉得很刺激。中学大巴不是那个 machine 哦，不是滴滴的。我跟你不一样的 generation。对了，我在想你哪一个年代的？我的确比较老，所以没话讲。就是。那请问你搭的是什么巴士10号、14号、31号都会去到 Tampines， 就走不同的路。我有问题，你去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换衣服？哦，没有，我没有这样 high level。好，那轮到我讲故事了哈。我对我妈妈说的这个谎言是非常，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有点内疚的，其实，因为到现在她还不知道，我没有真的去提起过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我要去台湾。我就讲说，你去台湾做什么？我想说，其实那里有一个新的机会，就是有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去那里发展闯一下一个事业这样子。就讲说，你需要去多久？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当然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不是因为真的是要去闯事业，对，真的，我去那里是因为那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对，饶子健，你不是去比赛吗？跟我比较熟，我就懂，我是为爱而生的一个人啊。刘帅也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人嘛，对不对？是，所以你会了解我的感受。I get you bro。那个时候当然你就是没有工作嘛，那我就是用我的 saving 去，然后开始的时候是住饭店，他还没有介绍我给他的家人的时候，我是住饭店的，所以饭店这样好贵啊，真的很贵。后来没有办法，过后我把我积蓄全部用完，我就要去找兼职，我要去夜市打工，我要去类似的。过了不久啊，就是1年半过后，然后我就跟我的前女友分手了。
分手过后我就乖乖的回新加坡，我不太清楚他知不知道。我去那里不是为了需要工作，我去那里是为谈恋爱。好，可以。 OK， 问问题，问问题。你的前女友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一个 model， 所以他就来新加坡拍照。刚好那个摄影师是我的朋友，谁？我的朋友。谁？台湾人你不认识啊？你怎么可能认识？你讲出名字啊！林先生。叫做了林先生，我陈先生、林先生全部搬出来。 Sorry，let's just vote now。他真的叫林先生。我走过，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在拍照，然后哎，我这个 model 也是很喜欢周杰伦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聊，开始留号码这样子哦。我不太信。OK，Joshua 刚才有问题。 OK，姐姐，来，你的那个 X 彩哦，她的名字是什么？林小姐。你是叫啦，他叫，他的 Instagram 叫我有 Explore page 看到她哎，有啊，哇，蛮漂亮的。哎，stop 吧，Joshua。不是这样啊，不是，蛮不错，蛮 OK 的。有跟朋友说你有这个女朋友吗？有啊，我梁涛他们我都懂啊，都有，就是还有联络这样子。对，这样你对你妈妈是很多遗憾，对不对？对如果你妈妈听到这件事情，你会跟她怎么样 apologize？我会就是还是很抱歉哦，对他就是一生，我觉得哇，受不了了来。confirm 是真的。因为子杰是一个不会流眼泪的一个 actor。我觉得是真的。 OK，3个小时之后，现在轮到 Sylvia 来讲故事了。这个东西也是我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其实我大概18岁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like boyfriend，他大概35，所以就比我大一轮更多一点吧。对，可能。所以我 meet 我 boyfriend 的时候，就是 weekend 会过来，然后有时我会当天回去。我住的时候，我通常会叫我的 best friend Pamela 说，哎，如果我妈妈 call 哦，你就说我在你这里。而且 Pamela 就很啊的啦，她就 sisterhood 这样会帮我盯着。然后我妈妈每次问我去新加坡做什么，然后我会说哦 weekend 吗？就是跟 Pamela 咯，出去咯，找朋友咯。对，然后其实就是去跟来一个昂哥交往这样。真的。大概6个月之后，人就没有了。But 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我妈妈讲，因为我怕她担心吧。 OK，他的故事太简单了，我没有问题问，怎么办？怎么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当时我有做 part time。OK， 那我有做在一个 like Raffles 一个 like bar 这样，你知道 Raffles 就是 CBD 嘛，下来的都是做 office 的，对，所以他就是 one of the customers，and then like became friends，then 就这样认识的咯。你喜欢他哪一点？哦，这个变 dating show 了啊。OK， 当时可能年纪小。我会喜欢他，他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很多，而且他很成熟、很稳重，对我来说很像很成功的男人那种形象。 OK， 对，所以就喜欢那一点。那他家里没有爸爸妈妈，还是他自己住？所以他是离婚的，所以他自己住。对，哦，自己住，所以就没有引起他家人问没有什么这些 OK 之类的。我会想要问，就是你的父母到现在知道吗？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你。可以对那个 camera 说话，可以跟他讲一下。 OK， 所以没有人还有问题对吗？没有了。现在我们就让我们的所谓的乖 Joshua 来讲故事。OK，so 大家都知道，其实我的样子真的很像天使一样，就是很乖，不会说骗话。 OK， 投票来投票。但是呢，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 bad boy。每个人都知道你是 bad boy 啊！你讲什么？ My whole family are Christian，OK，所以我们都信基督的。Even though 我全家都去教堂，我 bonding。So because church right 有几个 service 的，对，OK，所以找一个借口来去那个 later service。所以我说 It's okay，you all go first， 我等一下搭巴士我自己会去的。其实我没有，我去 land shop 打 game。10岁而已耶 ，and land shop 那时候every hour is $2哎，蛮贵的，对，蛮贵的。 For a primary school kid， 所以我是有偷钱的。偷谁的钱啊？我偷我爸爸妈妈的钱，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出去whatever，我会悄悄的走进来，看他们的钱包，就拿一个2块、10块、5块，
OK， 那你第一次偷是多少钱？你币2块，因为我偷的是 notes， 我没有偷 coins 的。哇哦！呀，那你那时候去打 LAN 是和谁一起，还是一个人？我一个人你是在哪里打 LAN 的？ ，West Coast。那你后来你重新返回教堂的时候过后，对不对？你过后还有在偷钱吗？直接坦白的讲，跟你爸爸一下讲完。Dad, I never steal your money anymore. I give you more money, in fact, yeah, more money than I stole from you.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投票，想一下到底我们怀疑的是谁？这个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了啊，所以我们倒数3，举起我们的牌 ，OK？没有数哎，怎么办？ 3、2、1。我觉得子杰的故事有点零零浪浪，就是他有时候讲到这个又提到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很不完整的，感觉就是临时编的。好像林先生也是临时编的，是吗对，他就是想不出是谁，林先生。 OK， 我选1号是因为他们都选1号，我也跟着选1号，我不想再输了。就算如果我投错的话，还有别人被我做惩罚。OK， 我选择我的老板娘，是因为故事没有什么细节的话，对不对？我就会怀疑她。是不是我让你哭？Sorry 咯。哎呀，这个我们别提了哈。来下一位。我选1号，就是因为他说他去那个 National Gallery 的那句话、When 说真的 long 对 distance 对对 relationship， 再加上COVID 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避开妈妈的一个理由 already。我选1号是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故事。他讲那么多哦，其实我听到就是1年，什么 arranged marriage， 还有什么，我真的不了解他在讲什么。但是呢，其他的人我都听得懂，有点可疑。所以呢，我们的心仪他的票数最多，然后3亿你就得翻牌，让我们看看你的底牌到底是清白的还是你在说谎。3、2、1，翻牌，他在撒谎！哇 Hello，Good morning，Cindy。我们走。哦，好。哎，其他人呢？他们半个小时后才会到，啊？为什么我要特别早到？因为你是我们今天的大骗子。哇！是我很有压力耶，我不知道我讲的骗话他们会相信我吗？我不懂哎，就是想很多细节吧，这样感觉会比较真，会不会？最后 National Gallery 那个破绽，对，所以我就问到，如果没有那个，你们会相信我吗？也许会可。是给我问到。哇，真的聪明。所以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大骗子必须接受惩罚。OK， 所以我们的惩罚，我们有2个轮盘，我们必须转轮盘，然后一个是吃的东西，一个是动作，两者必须同时进行，然后直到你吃完东西为止，才算我们的惩罚完成。对 OK？ 没有错。3、2、1，Go！什么东西？果冻豆。果冻豆是什么？哇！其实 Jelly beans？ Jelly beans， 可是它不是普通的 Jelly beans， 它是那个臭臭的。哦，对，它好像有厕所的味道， Mystery beans，还是对呕吐的味道。哇，超恶哎 OK，来，安全哦。这是吃 Jelly beans。OK， 所以我们的心里必须吃，就吃1颗嘛，对吗就选这一颗啦哈。 ？OK，惩罚开始，Let's go。什么口味？ Oh my god， 是什么？什么口味？什么口味？臭袜子。 Oh my god。 OK。谁谁会知道臭袜子什么味道啊？ OK，惩罚完成。我看他很辛苦了。谢谢你，这边还有 Joshua。哇，想要看我们更多的相信我吧，请到Miwatch观看全集，然后我们下集见，下期见，拜拜。我现在是停止呼吸，我还没有呼吸，我这一口气讲完，我全部都哇，超啊！